咱们都看没看过那个视频？王嘉尔演唱会上给个女观众请在舞台中央，完了他把头埋怀里，你看光提就开心，你看着没？能看出来那个女观众发自内心、歇斯底里的快乐，对吧？那就相当于多巴胺开关都摁坏了，那就是。所有人都羡慕她，只有我特别担心她。朋友们，你想啊，那个姑娘也就20、30岁啊，她未来还有50、60年的人生要走啊，但她快乐到头了，那以后咋办呢？再快乐的事儿也刺激不了她了。你想以后她挣了1000万，孩子考上清华北大也得拍大腿，还是那天更带劲儿。你想想，人生4大喜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哪个能比得上怀抱王嘉尔啊？哎，谢谢，哎呦，谢，好，哎呦，好嘞，好，谢谢大家，我是安宁，谢谢。特别开心啊，又回到咱们这个熟悉的舞台了，真的，本来以为能当魔王呢。真的，然后节目组就跟我说：“咋呀？你回来比吧，很多老选手都不来了，你得回来呀。”我说：“为啥？”他说：“因为你有担当。”我说：“行，我担当。”然后那你能不能再给开个场啊？我说：“为啥？因为你有担当。”我现在夺完冠之后就是怎么说，冷不丁单就2当，现在单就2当。还有，哎，好笑搁后头呢，真的，还有那选手问我呢，翟哥，你去年都夺冠了也没爆火，还回来比啥呀？我说你别管火不火，我就问你担当不担当。哎，朋友们，说实话，夺完冠之后还是获得很多的，真的。借爱奇艺的福，我从去年夺冠到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都会参加一些精致的名利活动，到现在走了3回红毯。你放心，不用呕，肯定没好话，妹子。咱们这种喜剧演员在那种活动里是最没存在感的，真的。所以说你在那种活动里就纯是长见识，一进飞机场就长见识，没见过那么多长枪短炮怼着拍。我一点不骗你，我搁苏宁电器里都没见过那么多单反相机。啊，不好意思，我搁天猫电器里都没见过那么多单反相机。哎呦！你们见过现在粉丝拍摄的设备卷到什么程度了吗？我看一个妹妹手里拿这么大的云台，然后中间架着单反，单反前面是短焦，完了左边有扩展架夹她的 GoPro， 右边扩展架夹的手机，手机前面又一个长焦。我说这要拍啥呀？要给你哥拍核磁共振的呀？妹妹手里拿那摄像头比那红绿灯摄像头都多。我感觉我跟身边经过快点得扣我6分啊，那都。他们拿这么多的设备就拍那些哥哥，我不理解啊，那些哥哥一点也不配合。说你们见过明星在机场的穿搭没有？严严实实，一个墨镜遮住半边脸，一个鸭舌帽扣到鼻梁，口罩又罩上了，完了一个帽衫又扣上。我说啥意思啊？耳朵也不让看呐。朋友们，抢银行还得露俩眼睛呢。我说这多余了，直接拿牛皮纸扣上不就完了吗？不太理解啊。旁边有的路过还不知道，还问我呢，兄弟，你瞅这什么人？感觉这么厉害？我说不知道啊，瞅穿搭像阿拉伯人呢，瞅着像。长见识。而且你会被明星分配到同一个就是商务舱头等舱里。哎，朋友们，说实话，我喜欢商务舱。但不太喜欢跟明星一起坐商务舱，为什么？因为一眼就能看出来你是那人群里最喜欢商务舱的人。我当时是最素的，真的，我前后左右都是顶流，我那个状态特别像满汉全席桌子中间放着盘拍黄瓜，整个商务舱里所有人都戴口罩，就我不戴。那个画面特别像我2月没洗澡给人哥哥熏着了，你知道吗？而且很多这些明星有狂热的粉丝跟他这趟飞机，我当时坐过道，很多粉丝都不认识我，但每一个从我身边经过的粉丝，没有一个感觉我德不配位能坐在那儿，每一个路过我的人都给我肯定的眼神。这保镖请到位了，这。我说是，我有担当，我有担当。那最倒霉就有那么兴崩2个认识你的，跟前面的人说，哎，这不是保镖，这我搁线下活动见过，这叫翟佳宁。那人就回他啊，翟佳宁是哪个站姐啊？
我怎么没见过呢？他怎么买这么好的票呢？哎，朋友们，说实话，我调侃了人粉丝老师是吧？但我说实话，我当时参加完这3个活动，对粉丝就是羡慕。现场有追星的朋友吗？有。这些啊，说实话，朋友们，剩下不追星的我都可怜你们。咱们这种不追星的，跟那些追星的朋友不一样，他们获得的快乐应该是咱们的10000倍。真的，我反思了一下，咱们作为脱口秀演员，就生产快乐能力这件事上，跟真正的顶流明星比，我就是废物。我想让大家快乐，写段子得什么找主题、找共鸣、写段子、写梗、翻3番。我看现场哥哥就提了一下裤子。对，现场就，哎，行了，不要骗彼此了，晚了。我当时都没明白，我说啊，咋的了？咱们又要办奥运会了吗？我一点不骗你们朋友们，就他哥哥提裤子的时候，哪怕我在旁边就脱裤子，没人能发现都。当天晚上结束活动之后，我就给付航发微信，真的，我说兄弟，这才是真正的 passion。我原来以为付航的就是 passion， 付航现在在我心里顶多就是 a little bit exciting 的，就是完全比不了。朋友们，你相信我，追星获得的快乐是普通人10000倍，但你也不用太羡慕他，他们要承受的也是咱们的10000倍。你看，咱们都看没看过那个视频？王嘉尔演唱会上给一个女观众请在舞台中央，完了他把头埋怀里，你看光提就开心，你看着没？能看出来那个女观众是发自内心、歇斯底里的快乐，对吧？那就相当于多巴胺开关都摁坏了，那就是。所有人都羡慕她，只有我特别担心她。朋友们，你想啊，那个姑娘也就20、30岁呀，她未来还有50、60年的人生要走啊，但她快乐到头了。以后咋办呢？再快乐的事儿也刺激不了他了。你想以后他挣了1000万，孩子考上清华北大也得拍大腿，还是那天更带劲儿。你想想，人生4大喜事儿：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哪个能比得上怀抱王嘉尔啊？所以朋友们，最后我真感觉咱脱口秀演员跟人明星干的事儿都不太一样，所以有些配套的待遇咱没有必要也配套。我当时很震惊，不明白那个经纪公司还给我请了个摄影师，拍了我1晚上。结束之后我就找一摄影老师说：“老师，你把那个文件发给我呗，我那个想写段子找点素材。”给我发过来，那文件35个 G， 网盘不开会员得下1个月。下1个月，我就开个会员，把那文件下来打开，那文件名叫翟佳宁晚会，我一打开一看，全是谭健伺候去。我就在上千张个谭健次里找翟佳宁，一找就能找着，人家看着就是烦，我就给翟佳宁全删了。35个 G 给我全删了，那文件还剩35个 G 呀！祝各位生日愉快，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我是唐湘玉。这一轮是挑战赛，我特别害怕。朋友给我想办法，说你那到时候你就放狠话，谁敢挑战你，你就嫁给他。我说那不都得站起来啊？我还不知道他们爱江山更爱美人。我想好了，我也不紧张了，反正今天要么晋级，要么办婚礼。肯定都是喜事儿。大喜的日子里，咱们聊一聊父母。哇，好顺呀！我经常在段子里吐槽父母。我也问过，你们会介意吗？我爸妈很实在啊，说家里也没啥能给你的，就给你点素材吧。
吐槽归吐槽，孝心还是有的。我把这些素材写成段子，变了线，就给他们买点东西。我们已经有默契了。去年我给家里买了一个高档按摩椅，我妈妈吓坏了。你又把我骂成啥样了啊？用了几天之后，我爸说这个椅子哪儿都好，就是总感觉在戳他的脊梁骨。去相亲，经常遇到很孝顺的人，说希望我能把他的父母当成我自己的父母。我说你确定吗？你父母的脊梁骨受得了吗？家里也不图我什么，这些年对我就2个心愿：一，考个公务员；二，找个公务员。排名不分先后，但我至今都没有做到。我爸爸的眼睛里现在已经没有光了，他说走在路上都感觉人家在笑话他。我很想知道这个人家到底是谁家，为什么这么多年不肯放过我爸爸？其实，在我们村里啊，最大的不孝就像我这样，30了没有稳定的工作，也不找对象。我现在回去都不敢多逗留，往村口一站，那就是顶流，就是舆论的漩涡。什么单身狗已经是好听的了，据说我现在已经离过2次婚了。更离谱的是，因为我跟黑灯关系好，说我跟一个盲人在一起了，眼神不好才看上我。黑灯下的火速澄清，我没有看上你，我都没有看见你。我妈说不行，得回来，得亲自打破这些谣言。我就回老家跟着吃了一个席。哇，那个席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审判我，那都不能叫开席，那叫开庭啊。他们那个眼神啊，就是你怎么敢的呀？你怎么敢活得这么爽？有个大爷话都说不利索了，还要坚持当审判长。他说我现在20、30潇洒，40、50肯定后悔，70、80老了瘫了没人管，几句话概括了我一生呀。我说大爷，你保重身体吧，等我到了70、80，你来管我。他说我哪能管那么远？我说但你管得快呀。回村没有治好我的精神内耗，治好了乡亲们的精神内耗。以前大家说我学习好，现在说学习好有什么用啊？以前说我考出去的，现在说考出去也嫁不出去，这还是村民吗？这不是预言家吗？那个席上大家对我的评价就分成了2派啊，一派叫读书读傻了，另一派叫读书读野了。别人是又纯又欲，我是又傻又野，怎么听都不像好话呀。那还好没读博士，要不然就是傻野博士。我说我做不到，让大家都认可我。他们说那你是怎么做到让大家都不认可你的？这时我妈坐不住了，她都怼了我好几下，说你赶紧闭嘴吧，我还要在这个村里混呢。就开始道歉，说我不懂事儿，非常好。别人说我的时候，他唯唯诺诺；我说别人的时候，他重拳出击。我妈就赶紧转移话题，让大家都给我介绍对象，生辰八字都准备好了。这个席突然变成了我的订婚宴，我又被包围了，我实在是没办法，我只能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不是黑灯啊。我就给他们看了王嘉尔的照片。我3姨眼睛一下就亮了，说：“哎呦，这么帅啊，这小伙子哈，这不是王嘉尔吗？”他眼神也不好了。星星，你眼神最好。我知道大家都是关心我，想让我早点遇到那个对的人嘛。我也希望这个人你赶紧出现吧，要不然等我火了，咱俩就对不上了。好，谢谢。大家好，我叫门敲，大家好。哇，刚刚有点温情，我都不知道怎么讲，因为我接下来就是把家里人吐槽个遍。然后，朋友们想要疯癫很简单，多跟长辈相处就行。真的，我发现跟长辈沟通太难了，我无法跟他们解释我的职业。我说我是 HR，
所以知道员工的工资。他们理解为我知道所有人的工资，在他们眼里我有超能力，我只要看这个人一眼，这个人头上就会冒出他的工资数字，你知道吗？所以过年的时候从来没有人问我赚多少，都是通过我打听别人赚多少钱。就过年的时候，我爸会说：“哎，帮我看一下，你大伯退休工资高不高？”你会不知道，怕我伤心啊，蛮高的。再帮我看一眼二伯，他退休也不知道，比你大伯还高，比你大伯还高。哎，我就知道，我们家翻身就靠你了，好不好？记住，你的目标就是退休工资要超过他们。我说爸，我的目标就是活到退休。最夸张有一次就是我舅妈给我微信里面发了一张照片过来，她说：“哎，这是你妹妹发在朋友圈，说是她男朋友，帮舅妈看一眼这个人赚多少钱。”我点开照片一看，王嘉尔。我说舅妈，赚挺多的，你可以享福了。舅妈说不愧是 HR， 随便问你一个人都认识。再跟舅妈讲讲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有没有什么优缺点？我说你不要害我，没有缺点，全是优点。舅妈说不可能的，没有人是完美的，总有些不足之处的。自己人想想有没有什么不足之处？我说舅妈，你一定要讲什么不足之处，就是这个人没有上海户口。舅妈说那不行，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你妹妹跟他在一起。我现在就是跟你妹妹说，叫她不要做梦了。我说对的，叫她不要做梦了。哎，所以歌里说的是常回家看看，对吧？重点就是看看，千万别老在家待着。因为常在家待着一定会发疯的。我最近就是在家太久了，我发现啊，我爸有点讨厌我。哎，可能说讨厌有点严重了，毕竟我们是中华民族，对吧？很讲究亲情的，血浓于水，对吧？我爸恨我。他不喜欢跟我讲话，我问他任何问题，他都是2、3个字就回答我了。我最近在学烧菜，因为我是一个做菜新手，我做到一个特别高端的菜，我不会做了。我说爸，这个番茄炒蛋，这个番茄怎么弄？煸一煸。说什么叫煸一煸？哎，你们做过菜可能知道，我没有做过，想中国菜还能煸一煸呢？番茄怎么煸？从大到小煸。我说爸，什么叫煸一煸？他说，煸一煸，就是煸一煸。这里有点丑化我爸了，对不起。他不是这么说的，他用的是上海话，煸呀煸。这就是他的解释方式，朋友们，用更大的音量来重复原先的答案。他觉得我没有听懂，是因为他声音不够响。这种沟通方式怎么说呢？就是很不尊重人，像在训狗。你们训过狗吗？重复一个指令，然后期待狗听懂。我爸就这么训狗的，来，嘟嘟来，嘟嘟来，坐，坐，哎，坐，坐，是好狗。真的，我说爸，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耐心一点，稍微跟我耐心一点解释一下，是亲生儿子吧？搞得你字，哎，我实在没有办法，我只能去查百度。煸就是把食物放在热油里面加工到半熟，然后放在旁边做备用的一种烹饪方式。我说，哎爸，这个叫煸？他说对，跟我讲的一样。很难沟通，不但他不跟我好好讲话，我跟他讲话他也不听的。哎，你们劝过长辈改坏习惯吗？他们只要知道这个是坏习惯，就不会改，还会用一句很温柔的话来肯定你。这句话叫“哎呦，算你懂死喽”。我小时候劝他改什么坏习惯，哎呦，你懂个屁！哎，你们发现吗？我这个人对世界的认知就是很极端的，只有懂个屁和懂死，很极端。我最近劝我爸改一个坏习惯，就劝他戒烟，因为他老咳嗽，身体也不好，年纪大。我说爸，吸烟有害健康，你别吸了。他说：“哎呦，算你懂死喽。”首先，跟你爸讲话，爹味不要这么浓。其次，你晓得不啦？你爸这个肺已经吸了40几年烟了，
你不要害我，这个肺让它碰不到烟，它会坏掉的。我说我这么严重，为什么会坏掉？什么叫坏掉？坏掉？他说坏掉了就是瓦它啦。暴力沟通真的会让人发疯的。哎，我以为不在家，去上班在职场好一点，没有，老板讲话我依然听不懂。哎，我是个 HR， 我帮老板招人，我给他招的人、推荐的人，他总是不满意。问他原因，他也不好好说。有一次一个人面试没有通过，我问他原因，他说：“哦，这个人都挺好的，就是没有什么感觉。”我说：“没有什么感觉？”我差点气得说出那句包办婚姻的名言。我想说，感觉不是可以培养的吗？感觉。然后我还得跟那个面试的人去沟通，我不知道怎么讲，我就过2天我就发微信给他，我说：“刘先生你好，面试过去2天了，你感觉怎么样？”他说：“我感觉很好。”我想完了，那我只能做个好人，给他个台阶下。我说：“哦，我们公司对你也很有感觉。对了。”我们私底下说，你面试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我们老板的能力和经验都不如你呀？他说：“哦，被你这样一说，好像你们老板是有点不懂装懂。”我说：“不懂装懂吗？你懂的呀。”朋友们，微信聊天的时候，你懂的呀，后面一定要跟着这3个表情，对方就一定会懂。就是哎，你懂的呀。刘先生就懂了。刘先生说：“哦 ，HR， 谢谢你，我们之后有机会再合作。”我说：“好的，没问题。”后来我就跟老板说：“我说老板，你不能总说没有感觉，你下次要给我一个正当理由。”他说：“我没有，你想一个。”我说：“我想不出。”他说：“你必须想一个。”我说：“我实在想不出。”他说：“那你实在想不出，你编一编。”我最近一直在拍戏，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有很多事儿是我完全之前没想到的。我在北京拍那个电视剧的时候，导演就经常会让我们实拍，就从一个胡同里出来，然后哭，扶着那个电线杆，然后所有的路人就是真的都是真实的，他们就从我面前过。我说就这么拍吗？他说对，就这么拍。我说那就来吧。我从里边出来，完了之后扶着电线杆开始哭，就哭得非常伤心，像那种大哭，就然后鼻涕流3个水晶吊坠，就这样。我这哭呢，完了过来一个大姐看着我，富航。我说拍摄呢，拍摄呢。还有大姐看着我，拍摄。我说拍摄。我后来跟那大姐说，我真的在拍摄，然后那个大姐非常认真的看着我说：“方，我特别喜欢看你，因为我只要一看到你，我就特别快乐。但是我上班每天都特别生气，你能告诉我，怎么才能不生气吗？我给你讲一些不生气的段子。我今天在这儿讲给您，我答应您了。我之前上班的时候，老板有一个骂我骂到我每天胃疼，就是那种躯体化了。他只要一跟家里边打架，然后他就来这儿骂我，骂其他的员工。我当时说不能因为这个事儿把我自己身体都弄坏了。我开始上网学一个操，叫不生气操。真的有这个操，朋友们，完全没开玩笑的。然后就是双手这样抬起来，大家可以一起做，你知道吧？就看着远方，完了面带微笑，就是不生气，不生气，生起病来没人气，就这么简单。全网教学非常详细，但没有一个人告诉我是生气之前做，还是生气之后做。我当时也年轻，我选择生气当时做。第2天老板到公司，他每天中午吃完饭一抹嘴就骂我，他就中午吃完饭把盒饭一搁一抹嘴，都是富航啊。我说来吧老登，开战吧，骂我，凌辱我，鞭挞我的灵魂，来。他说富航态度不积极，我说。朋友们，我真的跟你们说一下啊，第一次的不生气操真的推荐你们去做，因为第一次跟后面的无数次完全不一样。
因为第一次你100%会被自己蠢笑。你想，就是路边过来一个人走了，看着你，废物，完了你看着他。坐一会儿就笑了，就是后面没什么用了，因为只有最开始做的时候有用。然后我就研究了一下，外练筋骨皮真的帮不到我，我必须要内外兼修。我要想从我的内调完了之后跟外一起结合。我想怎么才能内外兼修呢？就比如说是，我开始思考，从小我只要一难过，别人一骂我就难过，难过我就哭，啊，一夸我就笑，我的情绪完全掌握在别人手里。我不要，我要反其道而行之。哎，别人骂我难过，我就到这儿，嘿嘿，大脑都懵了，大脑每天我内外兼修，提前1个小时到公司，办公室里没有人，比如这是你的工位吧，然后我就围着那个工位，真的就是每天练。我太难过了，就是不生气，不生气，生气病来没人替，嘿嘿，不生气。同事跟同学一样都不跟我说话了，因为办公室有监控。他们开始传说富航有单枪匹马一个人做法给老板做死。他们说只要做够31天，老板嘎巴死。我说你们想太多了。他们把视频拿出来给老板看，也给我看，的确稍微有点吓人。你就想嘛，明天早上起来这是你的工位。然后你的同事把书包一放，把肩膀一搁，不生气，不生气，生起病来没人替。不生气，不生气，生起病来没人替。老板当时看完那个手机，在办公室头发掉地上捡起来揣兜里，指甲都不敢剪，他怕我给他收走了，给他做死。他从那天开始就跟我稍微有点小小的隔阂了。他决定要裁员，说是2选1啊，因为老员工有感情，我跟一个大哥，我们俩只能留一个人。我们俩从知道这个消息之前是好朋友，知道之后一瞬间变成敌人。然后我们在宣布裁谁之前都没法对话了，啊，我们那时候已经是纯仇人了。然后在宣布之前，我一直翻我跟那个大哥的聊天记录，我翻，我突然发到我刚入职时候那大哥特别帮着我。我当时一想，富航有点难看了。我堂堂7尺男儿，到哪儿能没口饭吃？我啪一拍桌子，我说老板，我主动离职啊！老板说本来也是你，天天就会狗叫，还有你们俩都滚。我说啊，不是说老员工有感情，所以说2选1吗？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永远忘不了。他看着我说，做生意要什么感情？哇哦！就从那天开始，我去任何一个工作，我都不会投入任何多余的，比如说是同事给我一个眼神，老板说我一句什么，我非常简单，我就是到那儿拿钱我就走，就是拿钱我就走。现在录节目也是，不是？对吧？录节目的时候给你们讲什么段子，如果你们当时没笑，我会非常难过，但是录完就不会了，真的，因为那时候就是 money in my pocket。没有，开玩笑。当时我非常生气，但是我想就这样算了，我就开始收拾我的那些东西。收拾的时候，他还骂我，啊，我那火腾就上来了，我这胳膊腾就抬起来了。我说你再骂我一句，他说富航，你还敢做操？我看你再敢做操，我说已经给你做上了，我做死你，我走了也给你带走。那个时候我每天在那个公司有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我会拿1个小时分成6份，完了之后每一次10分钟去那个楼梯间练脱口秀，我每次练10分钟，我没有影响谁。然后他就跟我说啊，我在那儿坐着呢，我坐着呢。他说富航，我知道你每天练那什么乱七八糟那种秀，我想看看你以后能不能像现在这么猖狂。我真的希望他看一看，我现在是大王。白玉兰的现场要是这样就好了。但是，只要有机会我就去，任何颁奖礼我都去。我从来不怕场子凉，我就怕恐惧。因为不管场子有多凉，我都不难过，因为我的鲜血永远炙热。
那个时候我才发现，你真的到这个年龄之后，你就完全不会再担心了。那个时候他经常说啊，什么骂你是因为你好啊，完了之后每天说你都是为了你以后的发展。其实我到现在这个年纪，我非常认真的跟所有老板说，所有的话都是可以好好说的，别装了，你就是想发泄情绪。然后包括就是今天这儿设计也非常不合理，我想发泄一下，就是从我这儿开始，这边往后的这边的朋友，还有从这边往后边的朋友，他们看的根本就不是喜剧之王，他们看的是屁股之王。他一晚上都没有看到过别人的正脸，真的大哥，我再给你演一遍。不生气，不生气，涛哥这样，我再给你演一遍，真的，真的。真的，大哥太辛苦了。然后，我就希望就是大家能开心一点。但是今天大家肯定会非常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喝上了传说中的统一春福无糖茶了。哎，绿茶鲜爽，焙茶醇厚，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喝完了之后完全不一样。我当时呢，别人问我，哎，这个统一绿茶。喝没喝过有什么区别呢？我说当然有区别了，就好像我以前没拍过戏，有很多东西你没有尝试，你完全不知道。我拍戏还有一个故事是，我那个电视剧呢，我一直以为是1、2、3、4、5集就顺着拍，我真的拍完了之后才发现完全不是，根本就不是。他可能第1天拍第10集，然后他第4天拍第1集。我呢之前不知道有接戏的这一个说法，所以说拍戏的时候也出了一些小问题。当时有一场戏，第1天拍第1集是我在监狱里跟管教解释为什么我跟黄毛狱友打架。原台词是黄毛把鞋脱了，脚啪放在这儿，我跟他打起来了。但是你知道我爱即兴，我当时跟狱警说的是，我说您知道吗？黄毛把鞋脱了，脚啪放这儿，塞我嘴里了。导演说过。我说太棒了。过了3天，拍我跟黄毛打架。黄毛到了，把鞋脱了，我准备好了。突然，导演说3、2、1，开始。他刚说开始，突然出现一个小胖子，停。导演，我是场记。付航那天说了，黄毛把脚丫塞到他的嘴里了。我当时天都塌了，我天都塌了。我刚拍戏，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难搞，我总不能说导演说现在黄毛牙把脚放你嘴里，然后我说我忌口，或者什么我最近屁股或者什么之类的，这个完全不行，那是显得太难搞了。我就想到底该怎么办，我好难过。但是我一看导演面露难色，导演特别为难，导演说：“哎呦喂，哎呀，你这咋办呀？你说这，哎呀！”当时我心里一下就放平了。然后导演就是非常难过的，他看着黄毛，他说：“你介意吗？”我说：“他的脚丫在我的嘴里，你问他介意吗？”我那火腾就上来了，我的胳膊他就抬起来了。看，哇！你们越鼓掌，我做的越快。哎，我就坐起来了，我完全坐起来了。导演转头看我一眼，他看着黄毛说：“你赶紧脱鞋吧，付航着急了。”没有结尾，就是希望大家开心一点，谢谢。姐妹们吃点好的，求求了，对不对？来，演出，大家好，圆圆。哎呀，第2年录比赛了，然后能感受到大家确实热情很多，但我也自己也有一点小经验，我就发现这种曝光机会确实也还是有风险。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去年讲过一篇我妈因为被诈骗成了老赖，开头吐槽2句娱乐圈老赖之子。讲完之后，节目组问我说：“哎，那你妈欠的钱还完了吗？”我说没有。
他说那你不就是老赖之子吐槽老赖之子啊？然后节目组就让我在播之前把钱还完。我最后是找朋友借的钱，把我妈欠的钱还了。我说妈，我以后就不是老赖之子了，但你是老赖之母。就是大家录节目都想着多讲、多曝光、多挣钱，我讲这篇稿子血亏，1000多字的稿子欠一屁股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到过那种 report， 于翔宇脱口秀含金量谁懂啊？我懂。哎呀，然后现在真不知道能咋抓机会了。你看今年还都说这个 AI 是风口、时代红利，但你一般也就只能想到用 AI 继续干活。我试了一下用 AI 写段子，我说帮我写一篇脱口秀稿子，模仿于翔宇的风格，要能喜单夺冠。但因为我段子公开数据量没有那么大，所以他模仿的就不是很像。他给我的表演指导是在舞台上疯狂踱步，声音提高8度。我说：“哎，我是教主。”但是 AI 的东西看多了之后吧，你又会觉得这个世界还挺割裂的，因为你身边朋友一般都是担心因为 AI 失业嘛，但你确实又能看到有人靠 AI 挣钱。我之前看过一个采访，就台下一个观众问一个那种科技大佬说 AI 肯定会造就一批富豪，但也会造成大量失业问题，请问该怎么解决？那个 CEO 说 AI 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我说啊，但它不并存在同一个人身上啊。我们这儿全是挑战，你哐哐机遇。哇，你怎么不直接说你下岗啊？你下岗啊？我啊上富豪榜啊。就是现在的人说话都不过脑子了嘛。哎，我就不信瓦特改良蒸汽机淘汰纺织工人的时候会说蒸汽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纺织工人说瓦特的脑子瓦特了，咱们要不干掉他吧，反正进去也是踩缝纫机。我看完那个采访之后真的就是生气，我就希望 AI 能快点发展统治人类，那就人人平等了，没有人上人，全都是 AI 的下人。就 AI 战胜人类，马斯克失去的一定比我多，我没有什么好失去的。我说老马最近咋样啊？他说4000亿美金全部清零，你呢？我说我挺好的，我花呗清零了。到时候那个富豪榜上面就80亿人并列首富，按姓氏笔画排序。我于翔宇啊，力压马化腾、刘强东跟张一鸣。所以我现在就真的很烦这些漂亮话，什么机遇挑战并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会，拥抱变化。你看最近几年确实变化很多啊，经常就市场大起大落。每次那种股票基金暴跌的时候，都会有人说：“哎呦，抄底的好机会。”但是我看到我的基金大跌，我只有一个反应，就啊！我现在觉得机会啊，有时候你就是留给本来就有机会的人。你不可能没那个条件就无脑冲吧，就啥也没有，但就像巴菲特一样思考，像谢霆锋一样卖烤肠，像吴彦祖一样教英语。那谢霆锋卖烤肠卖了15个亿，我也去卖烤肠，红利被他抓走了，我被城管抓走了。那你说我要是卖烤肠能卖15个亿，那一听就不合法。那烤肠得多上瘾，那淀粉肠里是淀粉吗？这就是机遇监狱并存。有时候我自己感觉有些事儿努力也有点徒劳。我去年搬来上海，我那个房子是大房东直租，我当时问他，我说你这个房子不会突然卖吧？他说你放心，我不卖的，我这套是专门用来出租的，我有10几套呢。你不信我给你看。他手机上有个 Excel， 我看着那个 Excel 是真的说不出 Word。
我当时都不想要他的房子了，我就想加入他的家庭。我想问那个大房东，我能不能做你的二房？我拥抱变化，你拥抱我。然后其实现在大家都能感觉到嘛，现在就是机会没那么多了嘛，对吧？以前可能是这个风浪越大鱼越贵，嘛，现在就是风浪越大风浪越大。我感觉我就不是那种所谓能吃到红利的那种时代弄潮儿，我顶多就是个时代赶海儿，就这个浪潮退去，我才会出来。这能不能捡点啥呢？哎，这是个海螺。哎，听，是我哭的声音。一抬头，弄潮在那开香槟庆祝呢。我说，哎，那瓶子喝完还要吗？这里面吴佳云。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沂蒙山的房主任。问一下大家啊，大家都有工作吗？有。我也有。适合大妈的工作只有2个啊，脱口秀演员和环卫工人。环卫工那个工作我没保住。你们再不笑，脱口秀演员也要下岗了。当脱口秀俱乐部老板邀请我来讲脱口秀，好可爱啊！说实话，很纠结。当时我们村信息中心要选我当下一届的村长的，这个世界谁懂啊？我在50岁面对的人生选择竟然是从政还是从艺。我可是个山东人。我说我们村长每个月工资2600，俱乐部老板说我每个月给你3000。我说其实吧，他钱不钱的无所谓，我就是热舞台。我问老板什么是脱口秀，老板说就是站到台上讲讲别人的坏话。我说这不碰到我强项了吗？我有着30年专业造谣和传谣的经验。全国说脱口秀的，谁能说得过我呀？我的第1场演出就演凉了，把我在村里积攒了50年的自信和骄傲击得粉碎。幸亏离家远呀，村里人不知道啊。村里的八卦都是我传的，我不说没人知道。老板照顾我，就让我在俱乐部兼职做客服。他还很贴心的问我，说你敢跟别人说话吗？我说你应该问他敢跟我说话吗？他让我拿个手机在评论在网上卖票和回复评论区消息。有一天在评论区遇到了一个黑粉的网络喷子，就一下子激起了我的斗志。我说我好久没站在村口跟人对骂了呀。但我忽略了一点就现在的小年轻打字速度太快了。家人们呢？我1分钟才打8个字，我一条骂人的信息没打完，未读信息已经99加了。别说回了，我看我都看不过来，我气得那个直哆嗦，一哆嗦1分钟打3个字。我就好想跟他们来一场线下面对面的实战哪怕他们来的人再多，我骂不过，我还能往地上一躺。我就问他服不服。我一连回怼了好几天，
第一天50人，第2天100，第3天200，是我的血压。我感觉我一个人在对战整个互联网，这互联网环境它也太差了，还有我们村头好。我问老板还有别的岗位吗？老板说接电话。我说这不又回到我强项了吗？上岗的第1天就被投诉了，说我态度不好。我说我哪态度不好了？我长这么大一直都是这么接电话的呀。喂，谁啊？老板说大姐呀，你要用夹子音。你要说喂，你好啊。对方打过电话来说这里是脱口秀剧场吗？我说喂，你好啊。对方说我要买票，我说喂，你好啊。又把我投诉了，说我恶心。老板说大姐呀，你继续说下一句啊。我说老板，下一句我夹不住了呀。大城市太难混了。都说当代年轻人吃不了苦，那当代老年人他也吃不了呀。我还是干脆回村算了，回到村里种地吧，老年。直到有一天啊，我信息中心的朋友给我打电话，我拿起手机来就说：“喂，你好。”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乡音，说：“哎，这是方主任电话吗？”我说：“啊，是我。”我朋友说：“哎娘嘞，这城里人他就是不一样了哈。”我说：“你不懂，在大城市工作说话他就这样。”我朋友说：“你在城里天天干啥呢？”我说：“我就是接电话，回消息。”我朋友说：“你1个月挣多少钱呀？”我当时脑子里的第一个想法是啊，原来问一个在城里打工的人1个月挣多少钱这么招人烦。我一想到啊要被村里那些7大外甥8大侄女的嘀咕，我那股好强劲就上来了。我说啊，不少挣，1个月2、3万，你来不？我给你介绍介绍。那一刻啊，我感觉是现在的我在劝过去的那个我走出来。第2天我就接到我女儿电话了，我女儿说：“妈，你到底在哪呢？全村的人都在传，你进了诈骗组织了，你快回来吧。”我说：“闺女啊，现在吧，妈妈走的有点远。”已经走到比赛的第3轮了。之前吧，还拿到了1块复活的金牌，就是有点挺不住了。但每一个来大城市打拼的人，在他挺不住的时候，都会想再拼一把，来都来了。谢谢大家，我是房主任。被房主任骗了，他天天都有在后面哭说我没有稿子，我没有稿子。然后他今天演成这样，啊，不是该哭的不是他吧？应该是我。每个接在房主任后面人都被淘汰了，所以你们不要把我轰下去，谢谢。讲讲我啊，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啊，我是一个能量很低的人。我说我能量低，不是我说我内向，就是我很容易累。特别容易累，我每次都是休息2小时，演出5分钟，这5分钟在台上生龙活虎，下台
嘎巴就躺了。但是我有一个跟我完全不一样的妈妈，我妈能量超级高，她精力超级充沛，我俩完全不一样，我俩处理问题的方法都不一样。我妈处理问题的方法就是干就完了，我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死了得了。所以我完全不懂我妈，我完全不懂她，但是我能理解她是怎样形成这样的性格的，跟她的工作有关系。她是一名小学的班主任，她有一个偶像叫李云龙，她的教育理念就是逢敌必亮剑。每个学校都有打扫分担区的活动，我妈的班级如果领到那种特别不好的那种打扫工具，她就会给她的学生们做扫前动员。她说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去给我找工具，哪怕去偷去抢，我要你们20分钟内把这里打扫干净。这就是我的妈妈，一个有洁癖的土匪头子。而且我妈特别喜欢搞氛围，特别喜欢搞氛围。每次年夜饭都是她的主舞台，一大桌子菜，一家子人做好了，她不吃，她拿起一杯酒，说：“来，我提一杯。”然后对着我姥姥说：“妈，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关心和照顾，这杯酒我敬你，祝您身体健康，寿比南山。”我说：“妈，你要找我姥办事儿吗？啊？我感觉你们俩都不熟，我要不给你俩引荐一下呢？我要。”而且他自己敬完了之后，他又指挥别人敬酒，让我老舅给我姥敬酒，让我老姨给我姥敬酒，然后他们仨一起给我姥敬酒。我说咱们家是敬老院吗？我姥80了。我说再这么敬下去，我觉得我姥寿比南山难。北海北海有老墓碑，起低了。我喜欢。有人喝了，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别敬了，我觉得我老脸色都有点难看了。”我妈说：“能不难看吗？你还没给姥敬酒呢。”而且我妈不仅自己搞氛围，她还拉着我一起搞氛围，让我在年夜饭桌上表演节目。你说小时候表演就表演了，长大了也表演。我说实话，朋友们，我的亲戚朋友们平均年龄40、50岁，我学幼师的。我给他们演什么？我说让我看看是谁的老眼睛没有看老师啊！太荒谬了！最荒谬的是，没有一个人觉得这很荒谬。而且我妈连生病的时候都要搞气氛。去年生病住院了，我陪她去住院，我天天熬夜熬得面黄肌瘦，我妈满面红光，跟隔壁搜手。医生进来都懵了，跟我妈说：“你长点心吧，你孩子都病成这样了，你还有闲心跟人唠嗑呢啊！”而且没住2天，几乎整个楼层的病人都认识我妈。我妈在走廊里散步的时候，那3步一招手，5步一回头，谁都得过来跟她唠10块钱啊。她天天在医院里给人化疗，哇！我陪我妈在走廊里散步，后来我发现，都有人开始认识我了。他们指着我跟我妈说：“哎，这个就是你经常提起的那个说脱口秀的女儿，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我说：“我不是，我是德云社的烧饼。”我知道这段脏，但是我喜欢。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我了，他们直接都不叫我，他们直接上来就跟我说：“演一个，大方的演一个。”我说：“让我看看是谁的老眼睛没有看老师啊！”荒谬！我为什么今年想上节目？我就是希望以后再有人让我演一段的时候，我直接把这个视频怼到他脸上，就放刚才那一段。
放这一段。而且这些我都能理解啊，这些我都能理解。我唯一我不能理解的是，我妈她自己做完手术之后，她要操心别人的手术，我无法理喻。就人家有家属，有主治医生，她在那儿指挥人家，说你抬头，你抬脚，你扶腰，放这个床上，运动啊！我那个时候我非常生气，我对着我妈，漂亮。我说妈，你也是个病人，你应该躺在那儿休息，你天天操心别人的事儿，你不累吗？我妈说，你天天说脱口秀，跑这儿跑那的，也赚不了什么钱，你不累吗？我说妈妈，你帮助别人的样子真好看。我发现啊，我其实那段时间我整个人都想改变我妈，我想让我妈变得像我一样，就是安静一点，有助于她的恢复。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妈住进那个病房之后，整个病房欢声笑语。虽然我还是不懂她，但是我决定尊重她，因为我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希望我的妈妈身体健康，寿比南山。谢谢大家，我是岳明。大家好，我叫大老王。我最近忙，最近在卖一个走步机。为什么卖呢？因为是我买的，我有商品的支配权。什么是走步机？就是一个运动器械，就是跟跑步机差不多。跑步机的最高配速12，走步机最高配速6，你就可以理解为就是跑步机老了，你也可以叫它跑不起来机。我这个身高体重在这个上面其实很难走起来啊，只能看起来很欢快。很冷门的一个产品，历史上我没见什么人用过，只见过一个人用过，就是春晚上的黄渤。80平米的小窝，还有温柔的好老婆。这就是我现在风格。观众说我吃毒蘑菇。买是因为它可以边工作边运动，朋友们。我不喜欢工作，我也不喜欢运动，所以它可以一起做，你知道吗？效率很高。工作时间用来运动，运动时间用来工作，你的1个小时就变成2个小时，1天就变成2天，24小时就变成48小时。所以我今年32，其实我已经64了，还有1年退休。不，其实是半年。抱歉，这一些精妙的逻辑推演。边工作边运动，你们不兴奋吗？啊，那边工作边运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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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工作边运动，边工作边运动呢？这走步机的6种配速，然后。这就是在走步机上写出来的段子。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快跑，然后想买走步机是因为我是一个很贪心的人，我其实对自己要求很高，但我能力跟不上，因为我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定计划，定完计划就困了，然后在计划里补上回笼觉。有时候甚至觉得我是不是写啥就完成不了了，是吧？所以这什么是to do list？这不是一个土懂的 list 吗？我其实觉得做计划就是一次理想中的自己跟现实的自己的对话了。理想中的我杀伐果断，现实中的我主要在沙发里吃饭。很怕别人问我工作进展，所以有时候楼下大爷会跟我打招呼，问我吃了吗 ，check 我进度。所以有本能反应想告诉他，这个不是我负责的。我是不太相信那些能把这些计划每一个都完美执行的人，比如自律博主那种，睡够8小时一天，工作8小时，阅读4小时，然后冥想2小时。我说啊，你阅读的时候不是冥想过了吗？我真的很爱看自律博主，我是那种会早起看自律博主的人。那种早晨起来6点就看他们忙活，瑜伽、阅读、冥想、榨蔬菜汁儿。
然后上课迟到了。迟到的时候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我说你这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还就是计划的赶不上？每天其实完不成计划会很自责，你知道吗？但一想，其实大家许愿实现不了的话，其实是不会责备自己的。所以我现在是以许愿的心态定计划。性难愿一生吃素，只为能完成土度。我现在会把我的土度烧给雍和宫，去雍和宫求签，神仙也会很疑惑，说你求的是什么问题啊？土度，Oh not to do。怎么现在我这个工作还得普度众生？我说我疯了，你不相信我。现在真实情况就是每天的时间都用来刷短视频，10几个小时在短视频上面。就现在我感觉我这个手机的使用时长呀越来越长，就感觉我这个手机买的真值。社会上发生什么充耳不闻，你知道吗？短视频流行什么如数家珍。有人跟我说这信息茧房，我说茧房怎么茧房多舒服啊？那可是真丝的。但是我会想，你说我刷了这么多某音，我就在想，你说我是一个每天10几个小时这种优秀的某音用户，为什么我面试过不了字节跳动？我连走步机都是在某音上买的，你上哪儿找我这么好的用户啊？所以某音就是我吃的毒蘑菇。所以这个世界谁懂？某音懂。你都不懂你自己，某音懂。别的软件还在猜你喜欢，某音早不猜你，某音早知道你是个什么玩意儿的。随便推点什么你都会喜欢的，真的。我现在个人经验是这样，我现在经常通过某音了解我自己，我在利用它，你知道吗？我说哦，原来我是这种人。一个肮脏、龌龊、下流、好吃、懒做的一个想进步的人。谢谢大家，我是大老王。嗨，大家好，我是大爷。哇，又录到深夜了啊！你们困吗？一看就经常熬夜。这个世界很多人熬夜，我懂你们。嘉宾熬夜有通告费，选手熬夜为了比赛，那只有你们熬夜，那是真热爱啊！我自己就经常熬夜，因为又要当演员，又要经营俱乐部，这特别忙。有时候凌晨2点还在回消息。每到这种时候，我就会想起《灰姑娘》里面那个一到12点就会变回南瓜的南瓜车。嘿，他居然赶在客户还没完事的时候准时下班。你这放到现实，这个南瓜只会丢掉他网约车司机的工作，然后改行送外卖。没有南瓜车那么硬气，所以我只能等到所有烦我的人都睡了以后，才有那么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就会玩到3、4点。我当然知道早睡很健康，但是不开心；熬夜很开心，但是不健康，很矛盾。我到底是应该身强力壮的抑郁，还是活泼开朗的猝死？感觉身体跟灵魂总有一个快要上路了。每天熬到3、4点，现在作息非常的规律。有时候2点困了，我都劝自己，怎么这个点就不行了？再坚持一下，床头柜刻一个碗字。累，但是舍不得睡，即使很困，也坚持醒着休息。每天都休息得很累。休息的我好想休息，打个游戏，想着赢一把就睡。凌晨4点玩吃鸡，匹配到的全都是想赢一把就睡的人，也太激烈了，100个人抢一个睡觉名额。还没吃上鸡都开始打鸣了。看个电视剧吧，这一集不够精彩，不过瘾，得再看1集。这一集很精彩，等不了了，更得再看1集。连续剧不就得连续看？好不容易看完35集的《长安荔枝》，终于上床了，
短视频又来找我了。我现在不是刷完一个视频然后去睡，我是在刷一个视频过程当中睡着了2、3次，我才会睡。我都不是睡过去的，我是晕过去的。刷到美一谈判，特朗普不同意，但是我点头了。就是狠不下心睡觉，睡觉就意味着你要亲手结束今天的快乐，开始明天的痛苦。我很清楚，只要我一闭眼再睁眼，手机上又多出来一堆新的工作消息，想想都焦虑，很影响熬夜的体验。后来想通了，不焦虑了。我现在把今天和明天分开来看，明天还有好多活，那是明天的我要担心的问题，跟今天的我有什么关系？明天早上8点飞机，管他呢，又不是我赶。明天的我少睡一点没关系的，他比今天的我又更老了一点。老人嘛，就是觉少。这个就是我现在的人生哲学。今天的我享今天的福，明天的我吃明天的苦。我小时候不是这样的，小时候我会提前把作业做完，就可以玩一整个暑假。但是现在我提前把工作做完，我就可以做更多的工作，但没有尽头。还买什么走步机？人生就是一台走步机。成年人是没有暑假的，我的暑假就1点到3点，没有 gap year， 只能 gap 1夜。你知道弗洛伊德把人分成本我、自我和超我，我现在把我分成昨我、今我和明我。昨天的我没有完成任务，今天的我指望明天的我，明天的我说人呐，还是要靠后天努力。谢谢大家。